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意味着什么？知道。灵力共鸣到这种程度，识海交融，灵力交换，气机同步，天地已然为证。我们已是事实上的道侣。我不欠你，你也不欠我。既然天地做了这个主，我认。但你要记住，你还没资格站在我身边。在你有资格之前，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。我会的。陆晨，你快点儿，仙人都到了。急什么？仙人又不会跑。万一跑了呢？我这辈子能不能飞天对地，就靠今天了。这就是仙人，看着也不咋地嘛，还没我爷爷精神。奉宗门之命，为青木村氏灵子检测灵根，有灵根者入苍云宗，从此踏上修仙之路。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例外。第一个，王铁柱，无灵根。下一个，再测一次，我刚手滑。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。下一个，四灵根可入外门。啊！四灵根可入外门。陆晨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有什么？去测就是了。下一个，狗剩。是狗剩。三灵根，木土双系为主。叫什么名字？狗剩，你可愿入苍云宗？愿意。下一个，陆晨，五系伪灵根，可入苍云宗。杂役，我去。你知道杂役是做什么的吗？砍柴、挑水、扫地、烧火，只要能留在宗门，做什么都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晨，大陆的陆，沉默的沉。记住了，杂役3年，若能突破炼气3层，可申请外门考核；若不能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谢前辈。集合。收拾行李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不要带太多东西，你们是去修仙，不是去逃难。住了15年的村子，爹娘埋在村后山上。修仙之路，从今日修仙不是福，不是风光，不是人上人，修仙是逆天改命，天不容你，你偏要活。这条路能走多远，看你们自己。飞起来了！它飞起来了！弟弟看他们船飞起来了！别咋咋呼呼的，这是仙家法宝。不用马拉，不用人推，就这么悬着。仙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听说这非洲日行千里，比咱村最快的马车还快10倍。10倍？我听说能日行万里。万里啊！咱一辈子走的路都没这么多。这要是坐着回村探亲，一顿饭功夫就到了。我娘还没把饭熟呢。陆哥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就是非洲，不用马拉，不用人推，靠灵力和符文就能日行千里。修仙者用的东西和凡人是2个世界。上周。五系伪灵根，修仙界最废的灵根没有之一，最不值钱的入场券，也是入场券。啊！陆哥，我去那边了，晚上去找你。
武系伪灵根。哟，新来的，听说今天测出个武系伪灵根，就是你，五行俱全，样样不通，废钱货。武系伪灵根还肯来当杂役，你小子倒是想得开，换了我直接放弃了。外门那边也不咋地，隔壁是个闷葫芦，除了修炼什么都不说。我跟他说了一下午话，他全程只回了一个嗯，我都快憋疯了。陆哥，你说修仙的人都这么闷吗？那你自己也多说点。我说了一下午，他嗯了一下午。明天还要挑水，你早点回去，别让外门那边查钱真查到你不在。3年了，入宗3年，还是练不出一丝灵气。武系伪灵根，说的真好听，不就是废物吗？陆晨，这个月的零食呢？王哥，这个月还没发。没发？我怎么听说外门今天发零食了？你蒙谁呢？这是啥？3块零食，你小子藏私！那是3个月的积蓄。积蓄？一个杂役要什么积蓄？这块留给你，别说我不讲情面。王麻子。陆哥，王麻子又来了。搜灵石拿走了2块。这个月都第3回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连杂粮饼都吃不上了。习惯了。2枚虾品聚气丹。我在外门药田打工，偷偷攒的，谁都不知道。你拿着。你自己呢？我还有1枚，你别管我了，先顾好自己。王麻子越来越过分了，你得想办法突破炼气期，不然这辈子都得被他踩在脚底下。谢了，我出去走走。还是没突破。内门的师姐。什么人？杂医院的，大半夜在月照崖鬼鬼祟祟。我只是路过。路过，大半夜路过月照崖，你蒙谁？小环，走吧。可是小姐，这个人只是一个杂役。哼！只是一个杂役。摇起来有水声，倒不出任何东西，什么奇怪的破壶？有声音，倒不出来，不可能一滴不漏，总该渗点水出来。试试。也是一个破壶，能有什么？啊？
炼气1层。你到底是什么样了？服过多少辟谷丹，尝试过多少聚气丹残渣，丹田始终空空如也。这把壶只用了3息，就让我感应到了第1丝灵气。枯草进去，灵液出来，壶嘴能渗出灵液，摇起来有水声，但倒不出任何东西。这是个宝壶，能凭空炼出灵液的壶，整个苍云宗都没有第2件，丹房最好的炼丹炉也做不到。这种东西要是让人知道，10个我也不够死。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狗剩也不行，任何人。哟，陆晨，听说昨晚王哥从你那儿搜出3块灵石，你一个杂役攒那么多灵石干什么？是不是偷药田的灵耳出去卖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王哥让我盯着你，他说你最近鬼鬼祟祟的，肯定藏了东西。3块灵石都被拿走了，你要不要去王哥那儿分1块？嘴挺硬，5系伪灵根的废物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你得想想办法。王麻子欺软怕硬，你要是能调到丹房去，他就不敢这么欺负你了。今天正要去，昨天药田管事跟老孙头提了一句，说我对火候有感觉，老孙头让我今天过去。丹房，老孙头虽然嘴臭，但不克扣杂役灵石。你要是能学会炼丹，王麻子就不敢动你了。炼丹学徒比杂役值钱多了。先去了再说。陆哥，2枚下品聚气丹，外门药田打工偷偷攒的，谁都不知道。你拿着。你自己呢？我还有1枚。狗剩，你自己留着，你能进外门，比我更需要。这个陆晨，给你东西你都不要。这就是老孙头，苍云宗丹房首席3品炼丹师。那你去把那个丹炉的火调到橘红色，不要看炉口，把手按在炉壁上，用灵力感应。前辈，我炼气1层，灵力外放不了。炼气1层，行吧，不用灵力，用手感应炉壁的温度，调到不烫手也不凉手的程度。炼气1层，灵力不能外放，你居然做到了，不错。地火口的封门开关影响火焰温度，我干了3年，听声音就能判断温度变化。听声音，地火燃烧的时候有声音，深红色是沉闷的嗡嗡大声，橘红色是均匀的呼呼声，发白的时候有噼啪的杂音。5系伪灵根，修为是废物，但耳朵不错。把这些运灵草碾成粉，越细越好。碾完了叫我。运灵草是炼制聚气丹的主药，1株值1块下品灵石，杂役1个月俸郎才1块下品灵石。前辈，这些都是给我碾的。废话，这里还有别人吗？前辈，捏好了。碾了多久？2个时辰。手酸了？酸。哼，酸了还碾这么细，你是不是傻？下午接着来，碾8级草，也是20株。前辈，8级草是炼制筑基丹的辅药。你认识药材？
在药田干过3个月的杂活，常见灵草认识一些。认识药材，对火候有感觉，能听出地火的温度变化。五溪尾灵根会的倒不少，碾2遍，第1遍粗碾，把硬梗挑出来扔掉；第2遍细碾。是。中午伙房有饭，去吃了再回来。陆哥，丹房怎么样？老孙头凶不凶？凶。怎么个凶法？他说五系尾灵根还敢来丹房，是命太长，还是他的丹炉炸的不够多？那确实凶，不过他让你留下来了吧？碾药。碾药也是炼丹的第一步。陆哥，你在丹房站稳脚跟了，以后要是能学会炼丹，咱们就再也不用看王妈子的脸色。炼丹？五系尾灵根炼丹？你连灵气都炼不出来，拿什么炼丹？拿口水吗？狗剩，今天的粥比昨天稀。是稀了点儿，饼也更硬了。对，砸都砸不碎。少说话，省粮食。装什么装？又废了一颗。陆晨，在。认识废丹吗？认识。废丹丹表面粗糙，没有光泽，药效不到正常丹药的1成，吃多了会在体内积累杂质，堵塞经脉。那为什么还有人吃正品丹？因为吃不起正品丹。这些废丹你拿回去，能吸收多少算多少，总比啃杂粮饼强。谢前辈。别谢我，废丹不值钱。你碾药的手艺还行，明天继续来。上午碾药，下午帮我烧火。是。你就不问有没有工钱？能留下来就行。五系尾灵根杂医院待了3年没跑，要么是傻，要么是骨头硬。我暂时没看出来你是哪种。废丹，药效不到正常丹药的1成，杂质多，吃多了堵塞经脉。还是没有反应。草能炼，废丹不能。草能炼，废丹不能。废丹是炼丹失败的产物，可能糊只认完整的东西。什么情况？废丹炸了！到底3道丹纹，这是极品聚气丹。聚气丹分4品，下品表面粗糙，中品光滑无纹，上品丹身有1道纹路，极品有3道丹纹。整个苍云宗能炼出上品聚气丹的只有老孙头，极品丹老孙头炼了30年丹，只出过2次。废丹进去，极品丹出来，整个苍云宗能拿出极品聚气丹的人不超过5个。1颗废丹换1颗极品丹，这笔买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极品丹，整个宗门都会来抢。刚才胡的反应太剧烈了，那道金光万一被隔壁看到。
丹现在不能吃，炼气1层吃极品巨蟹丹，药效太猛，经脉承受不住，至少要等炼气2层以后。灵液温和，可以先用来巩固修为，等经脉适应了，再服用极品聚气丹。还差一点，炼气2层还差一点。已突破炼气1层数日，丹土里那一丝灵气已稳固下来。今晚要冲击炼气2层。突破。炼气2层，距离炼气3层只有1步之遥了。王麻子，搜。王哥，啥也没有哦，有个夜壶。夜壶？一个破夜壶还是坏的，3文钱都不值。王哥，啥值钱的都没有，连个多余的灵石都搜不到。哼，陆晨，我听说你最近气色不错，在丹房混了几天，老孙头没给你点好处？杂役能有什么宝贝？明天去清理废弃丹炉，那炉炸过3次，里面结了厚一层丹垢，要用锤子一点一点敲干净。别人干不了你，不怕烫，连个像样的夜壶都买不起，晦气。王麻子搜的是灵石，他以为我在丹房捞了油水。也是，不过地虎口那边真没好东西。之前不是有个杂役在那边捡到吗？你懂什么？那地方塌方埋人，晦气。用我小吧。他瘸了腿之后毒运更差，灵石输光了就找杂役撒气。这次搜灵石，下次搜床板，只要他还在杂役院1天，壶就多1天风险。得想个办法，让不敢再进我的屋。不敢进不行，得让他进不了。哟，陆晨，昨天敲单够敲的怎么样？手酸不酸？陆哥，赵虎昨天跟王麻子嘀咕了半天，肯定是商量怎么整你，你得小心点儿。我知道。昨天敲丹炉的时候，在地火口那边发现了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没什么，就是地火口裂缝里露出一点亮光，可能是看错了。亮光？什么颜色的亮光？没看清，下去捡怕烫。王哥，你听说了没？陆晨那小子在地火口看到亮光了。什么亮光？他说裂缝里有光，下面肯定有东西。那个裂缝以前没人下去过。没有，上次塌方就是在那附近，谁敢下去？塌方埋过人的地方，说不定也埋了别的东西。
今晚我去看看，要是真有好东西，不能让那废物先捞了。如果不碰不会倒，但只要在关键位置敲掉一块石头，整个支撑就会崩塌。怎么死的？塌方砸死的，地火口下面的碎石塌了。他跑地火口下面去干什么？塌方砸死的，算意外，抬去后山埋了。杂医院工头的位置，让外门重新指派一个。以后谁也不许私自下地口，再死一个，杂医院就扣半年零食。小姐，这个月的定寒丹到了，丹房那边刚送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这个月比上个月晚了2天。丹房说八景草缺货，耽误了炼制。小姐，你快服一颗。回去再服，这里风大，药效会散。可是你脸色……没事。不够。什么不够？丹药不够？这个月才刚开始。定寒丹的药力在减弱，3年前1颗能压制半个月，现在1颗只能压制10天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跟宗主说？明天我去见宗主。青瓷，你来的正好。上个月外门大比的前3名已经报上来了，内门这边要安排接引，我想让你带一个。你是宗门年轻一代修为最高的，带新弟子最合适。师尊，弟子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。定寒丹又不够了？是，丹房送来的定寒丹
药力在减弱。3年前1颗能压制半个月，现在1颗只能压制10天。弟子试过加大剂量，2颗同服，药效不增反减。定寒丹治标不治本，你是玄阴灵体，体内寒气与灵根共生，寒气越强，修为越高，但反噬也重，这是体质决定的，不是丹药能改变的。弟子知道，所以弟子请求前往妖兽林深处寒潭。寒潭附近生长百年寒髓草，古籍记载，寒髓草对冰系体质的寒气反噬有根治之效。丹房的定寒丹只能压制，寒髓草能化解。弟子想试一试。妖兽林深处不是内门弟子随便能去的地方。寒潭那一带有一头守护妖兽，修为接近金丹期。弟子愿意承担风险。去，太危险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派人去采寒髓草吗？因为守护妖兽。守护妖兽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寒髓草只能在寒气反噬发作时采摘，药效才完整。你必须在寒毒发作最虚弱的时候，面对一头接近金丹期的守护妖兽。这不是承受风险，这是在赌命。赌命也比等死好。定寒丹撑不了多久了，如果不找到寒息草，3年内寒气反噬会从10天一次变成7天一次，再到5天一次，3天一次。到时候要么修为尽废，要么寒气侵入心脉，冻碎丹田。你都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这是我的手令，持此令前往妖兽林守护妖兽。若阻拦，可用宗门秘法暂时压制，但只能压制1炷香时间。1炷香之内必须采到寒髓草并撤离，若是超过1炷香，守护要恢复战力，你寒毒加深，必死无疑。另外，此行必须保密，玄阴灵体的事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弟子明白。小姐，宗主怎么说？准了，3日后出发。太好了，我就说宗主肯定会准。小姐，你都多久没出宗门了？正好出去走走。等等，妖兽林那地方我听人说过，里面妖兽成群，深处还有接近金丹期的大家伙。小姐，你要带多少人去？1个人。1个人？那怎么行？我跟你去。你修为不够，守护妖兽接近金丹期，你去了只能给我添乱。那也不能1个人都不带啊，好歹带几个外门弟子当炮飞。小环，此行保密，宗主特意交代，不能让更多人知道我去妖兽林的原因，玄阴灵体的事。我知道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可是小姐，你每个月那几天……每个月那几天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奴婢就是担心。小环，在。如果我3日后没有回来，床头暗德里有一封信，帮我交给宗主。小姐，你一定得回来，你还没给我涨月钱呢。炼气2层，稳固了。这株运灵草上个月差点枯死，谁救活的？它只是缺水，根没烂，补了3天水就缓过来了。你现在杂医院干什么的？烧火，后来去丹房碾药。外门选拔明天开始，有一个推荐名额，我推荐你。谢管事，不过为什么要推荐我？因为你把这株快死的运灵草救活了，其他人浇水要么浇多，要么浇少，
只有你每天蹲下来看土壤湿度，眼力好，手稳，有耐心。炼丹重要就该这样的人。外门选拔考核的是基础能力，你炼气2层虽然修为垫底，但前面几轮不只看修为。别给我丢人！下一个赵虎，3灵根合格。下一个陆晨。五系伪灵根5系伪灵根还来参加外门选拔？你是来凑数的还是来搞笑的？5行俱全，样样不通，这不是废物中的废物吗5系伪灵根，修为炼气2层，按宗门规定，炼气2层可参加选拔，灵根不做硬性要求。合格。下一项考核，灵气控制力测试。觉得自己灵根好的，等控灵考核过了再说话。考核规则很简单，将灵力注入水晶球，让球内物体旋转起来，旋转圈数越多，分数越高。5系伪灵根那个，我赌他转不过10圈。10圈？他能转5圈，我吃土。3年烧火生涯，每天都要面对地火的温度变动，闭着眼也能感知火焰的变化。那种对细微差别的掌控，和现在是一回事。10圈、11圈、12圈、15圈、16圈、17圈、22圈、23圈，合格。炼气2层控灵23圈，你平时做什么的？在丹房碾药。碾药对控灵帮助很大，药碾的力道轻了碾不碎，重了碾成泥，和控灵一个道理。继续磨这个劲儿，修为可以慢慢提，控灵这个底子别丢了。是。陆哥，你转了多少圈23。我转了12圈，赵虎转了9圈，你一个人顶我俩。还要考核。考核规则：2个时辰内采集指定灵草20株，灵草种类随机分配。陆哥，你采了多少了？12株。我才8株。哎呀！第13株，第14株，第15株。被挖松的岩石刚好在我分到的区域，不是巧合。第16、第17、18株。受伤了，岩石松了，被砸了一下。还能继续吗？能。20株全部合格，采药考核通过。带伤采完本来可以加分的，但宗门规定采药考核不加附加分，只能算合格。本次选拔考核3项：灵根测试、控灵考核、采药考核。综合3项成绩，前10名获得外门弟子资格，名单如下：苟胜第7名，外门弟子，陆哥，我是外门弟子了。陆晨
综合成绩：灵根测试最低分，控灵考核高分，采药考核合格，总评末位合格。以上10人，自今日起为苍云宗外门弟子。明日去外门执事堂领取外门令牌、储物袋、月俸。另外，末位合格的弟子，不要以为进了外门就万事大吉。外门每月考核1次，连续3个月考核垫底者退回杂医院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前方怎么了？采药考核被松的石头砸了一下，不碍事。被人挖松的。是。知道谁干的吗？大概知道。打算怎么办？先站稳脚跟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生鸡蛋，外敷别内服。你是武系伪灵根的事，外门所有人都知道了。应该是。那你在外门的日子不会好过。外门不像丹房，我这里只要你能碾药烧火，没人管你什么灵根。外门那些人眼睛里只有灵根修为背景，你3样都点底，他们踩你没商量。但你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东西，你在杂医院待了3年，什么气都受过了。外门那些小崽子欺负人的手段，跟杂医院的工头比起来差远了。去吧，明天领了外门令牌，别忘了回来帮我碾药。外门弟子可以接丹房任务，工钱照算。我会回来。陆哥，收拾好了没？明天你就搬去外门宿舍了。你行李呢？你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陆哥，今天那个石头是马脸干的吧？应该是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站稳脚跟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杂医院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，外门是拐弯抹角的欺负人。换了个地方，欺负人的法子不一样，但欺负人的人永远都在，那就别给他们欺负的机会。武系伪灵根，外门末位，修为垫底，这些标签贴在我身上撕不掉，但标签是别人贴的，我能做的是用他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把这些标签一张一张撕碎。谢管事。外门令牌，凭此令领取月俸，接取任务，进入外门修炼区域，丢了补办，扣1个月月俸。下品储物袋3尺见方，督写认主，外门弟子人手1个，丢了不补。月俸5块下品灵石，每月初1凭令牌领取。外门宿舍在演武场西侧，1人1间，门牌号在令牌背面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管事大人，那我能住陆哥隔壁吗？按编号分配，不能挑。你编号多少？37和38，隔壁。陆哥，咱俩住隔壁。管事，我的月俸还没发。初1统一发，今天才28。我等不及了，先预支。不能预支。哟，新来的，听说你昨天带伤采完20株石斛草，挺能撑啊。不过外门不是杂医院，杂医院撑一撑就过去了，外门要的是实力。武系伪灵根撑得住1次，撑不住第2次。不劳费心。陆哥，马脸住42号，离咱们远着呢，以后绕着走就行。不用绕，他找麻烦不挑地方。
一人一间，有门能关严实，比杂医院安全10倍。壶滴血认主之后能收起来，这就好办了。10块下品灵石，够外门弟子2个月月俸，要求炼气3层以上。昨晚刚突破炼气3层。前辈，妖兽林外围采集任务，我接。炼气3层，刚突破的吧？气息还不稳。妖兽林外围那条挂了3个月没人接，挂这么久不是没原因的。外围那片区域最近有异动，之前有个炼气4层的弟子接了任务，3天就回来了，灵草没采够。说林子里有大家伙在动，大家伙，可能是从深处跑出来的。妖兽林深处有接近金丹期的妖兽，外围纯平时不会怎么回事，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惊动了妖兽，所以安全等级才从丙级升到乙级。还要接？接，有胆量，不过劝你一句，发现不对劲就跑，10块灵石不值1条命。谢前辈。外门弟子第1天就跑来丹房，宿舍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一人一间，挺宽敞，比杂医院强多了吧？外门虽说不比内门，好歹有个独立房间。你在杂医院那破屋，连个门扇都没有，王麻子想踹就踹。我来跟您说一声，我接了个任务，可能要去好几天。什么任务？妖兽林外围采集30株运灵草。妖兽林外围那条任务挂了3个月没人接，你接之前没问问为什么？问了，管事说有异动。知道有异动还接？10块灵石，10块灵石你就不怕死？外门弟子月俸5块下品灵石，完成一件任务抵2个月月俸。算了，劝不动你。既然是妖兽林，有几样东西你得带着。生机散比生机丹药效慢，但敷一次能管1天。金甲符激发之后护体3息，能挡筑基以下全力一击。身形符贴在腿上，速度翻倍，持续半个时辰。这2张符在坊市卖5块中品灵石1张，我不是白送你的。回来之后多给我撵3天药，不另外算工钱，出屋带空的。刚领的还没领月俸。我就知道。地骨丹1颗顶1天，别拿这种眼神看我，不是废丹，是正品。废丹吃多了经脉堵塞，你还得帮我碾药，我不能让你吃废丹把经脉吃坏了。去吧，早去早回，30株运灵草外围就有，别深入。遇到不对劲就跑，跑不掉就用符，符用完了就拼命跑，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别谢，回来多碾药就行。这种品相的短剑下品法器都算不上，坊市里卖不了3块下品灵石。但对我来说，只要是带灵力的东西，壶就能炼。老孙头说这些是准备扔的旧货，但对壶来说，旧货和新货没有区别。投入灵力越强的东西，返还的品质越高。试试这把短剑，上品法器。只是比市面上卖的下品符纸好得多，表面隐有灵光流转。丹房见过老孙头买的上品空白符纸，
和这个差不多。辟谷丹也能炼出丹纹，丹纹是丹药品质的标志。1道丹纹是上品，2道是极品。1颗辟谷丹吃了只能顶1天，但2颗极品的药效叠加，也许能顶3天。省着吃的话，这袋辟谷丹够在妖兽林待1个月。老孙头说能挡筑基以下全力一击，原本只能挡筑基以下全力一击，现在至少能挡金丹中期全力一击，而且防御范围从身前扩大到了全身。生机散是外服的粉末，虎把它炼成了内服的丹药生机丹。内服比外服吸收更快，药效更强。粉末只能止血，丹药能生机。老孙头说过，生机丹是2品丹药，坊市上卖10块中品灵石1颗，还经常断货。这块用来保命，遇到打不过的妖兽，激活阵把它丢出去，能困住它几息。几息时间够用神行符跑出100丈。老孙头给的东西加上壶的强化，够在妖兽里用1个月，前提是不遇到筑基中级以上的妖兽。外围最多炼气4、5层，筑基以上的妖兽都在核心区，不深入就没事。大半夜的，别挡路。妖兽林深处有接近金丹期的妖兽，任务堂管事说深处最近有异动，什么东西惊动了妖兽？他去的也是妖兽林。储物袋保鲜7天，7天之内必须采购30库。如果用壶炼化，随时都能变成灵液，但外围眼线太多，不敢用壶。外围就能遇到炼气5层的妖兽。任务堂说外围最多炼气4、5层，这情报不对，要么这头豪猪是例外，要么妖兽林深处的异动把深处的妖兽往外赶了。守护妖兽还没被惊动，但他醒了。刚才那声吼是巡视领地，他在找什么东西，或者什么人。壶在震动，不是害怕，是感应。核心区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。先提升实力再说。30株运灵草的任务不着急。外围刚才遇到的豪猪是炼气5层。再往里走，可能会遇到更强的妖兽，炼气3层应付不了。用运灵草炼几滴灵液，把修为推到炼气4层再说。运灵草3株换1滴，30株能炼10滴。如果全部用来突破不够，
先突破到炼气4层，剩下的留着在核心区应急。2滴就够炼气4层了。是他。筑基妖兽也敢造次！是他。银霜草，在老孙头的药架上见过一株干的，干的都价值不菲，新鲜的更是有价无市。这株银霜草长在岩缝深处，根系穿过岩石裂缝，吸收着地下灵脉的残余灵气。看叶片大小和双纹密度，至少生长了50年以上。银霜草对寒系灵气有奇效，炼制寒霜丹的主药。坊市上一株干的能卖10块中品灵石，新鲜的价值翻倍。更重要，吸收银霜草的灵气进入淬体，能大幅提升对寒系灵气的亲和力。妖兽林核心区有大量寒系妖兽，银霜灵液淬体之后，进入核心区会安全得多。对周围寒气的感知力大幅提升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地下3尺处有一条细细的寒脉在流动，那是妖兽林地下灵脉的一条分支。他甚至能分辨出空气中不同寒气的来源，左侧是寒潭的水汽，右侧是某种寒系妖兽的体味。炼气5层巅峰只差1步。银霜灵液淬体之后，进入核心区安全多了，但核心区毕竟有接近金丹期的妖兽，在外围多采些灵草，多炼些地母原液和银霜灵液备着。核心区等突破炼气6层再说。今天收获不小，地母原液、银霜灵液、淬树运灵草的方法，30炉的任务稳了。潭底有东西，灵力波动接近金丹期，是守护妖兽。典籍记载，寒穗草附近必有守护妖兽，以寒穗草散发的寒气为食。这妖兽现在还在沉睡，但一旦一靠近寒穗草，必然会惊醒它。守护妖兽穷习，接近金丹期的修为。灵甲能硬扛中品法器的全力一击，骨自附带寒气，擦破皮肤就会寒气入体，正面对抗胜算不大。但我带了符箓，护体灵域只能再用1次，不能被动挨打。鳞甲比预估的还厚，普通冰刺破不开，得找要害。烟骨太硬，刺不穿，而且左肩脱臼了，
肋骨没断，还能打。身符用掉了，身上只剩最后3张冰封符，而且这几张符品阶不够，伤不到穷奇要害，必须找到他的弱点。刚才冰刺炸开时，他右肩有一道旧伤，鳞甲比其他部位薄，一起炸，就炸他右肩那道旧伤。心脏就在那层肉膜下面，这一剑定胜负！护体灵玉碎了，符箓用光了，替身符用光了，冰晶长剑断了，但穷奇死了，寒随草还在。伤口的血止住，灵力恢复一些，再服用寒随草炼化。到那时，寒气反噬就能被化解。寒虽草，玄阴灵体寒毒反噬的克星，丹田的灵力恢复虽不足30%，但炼化寒虽草无需太多灵力，它本身就是中和习气的解药，不是用来冲击瓶颈的猛药，30%灵力足够。虽草有毒，不对，不是寒虽草本身有毒，是守护妖兽的毒液染蓝了它。穷奇常年盘踞在寒虽草附近，口中滴落的毒渗入土壤，被寒虽草根系吸收。草还是那种猪草，但草里的药力已经被兽毒侵蚀灭了。这毒素对普通修士来说不算致命，但对我玄阴灵体的本源寒气会放大兽毒的毒性，它们在互相撕咬。宗门的人看到传讯灵文会赶过来，但来不及了。师尊，冷。
是灵力共鸣。一个炼气期修士和一个金丹期修士的灵力不可能共鸣，除非有某种超越境界的力量在催化，能吸收玄阴灵体的本源寒气，能把两个人的灵打散重组再分别灌回去，能穿透识海壁障，让两个没有神识的人看到彼此的记忆。这种级别的共鸣在修仙界有一个名字，天地为证。是你救了我，我欠你一条命，你想要什么报答？不用报答，同门之间。你救我，我报答你，天经地义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你的伤害还没好，先把伤药吃了。你就只想给我丹药？还有灵液，灵液也给你。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说出那句话，这个呆子居然只想着给我丹药。天地已然为证，我们已是事实上的道侣。我不欠你，你也不欠我。既然天地做了这个主，我认。但你要记住，你还没资格站在我身边。我会的。在你有资格之前，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。刚才那次灵力共鸣，直接把修为推到了炼气7层，距离炼气8层只差1步。刚才沈清慈走后，湖就一直维持着这个状态，温热，微微嗡鸣，像刚从长眠中苏醒。我能感觉到湖的力量比以前强了不止1倍，现在湖似乎在主动吸收周围的灵气。频率和沈清师的心跳一模一样，我在灵力共鸣时感受过他的心跳频率，不会认错。难道这是万年寒髓？寒气太烈，直接接触会动醉灵力，得用壶隔开。壶能吸收玄阴灵体的本源寒气，万年寒虚的寒气应该也能吸收一部分。准备今晚去月照崖，和沈清代约好每隔10天在那里交换一次灵草和灵液。陆哥，你轻点儿！上次你把我木剑震飞了，我捡剑的时候被马脸笑了3天。他说我连剑都握不稳，还当什么剑修？我说我又不是剑修，我是来混日子的。他就更来劲儿了。别废话，抬手，剑尖朝前。陆哥，你管这叫武成烈？哟，废物教废物呢。狗剩，你拜错师傅了。
五系伪灵根能教你什么？教你挨打不更生。继续练。跟你说话呢，双龙。今日测试修为，所有外门弟子依次上前，将灵力注入测灵珠。前有疑者记录在册，修为凤倒退在册，连续3月倒退者退回杂役院。马文才，炼气9层。陆晨，炼气7层。3个月，从刚入外门到突破炼气7层，五系伪灵根只用了3个月。陆哥，你3个月就突破炼气7层，这速度放在外门也算拔尖。但你是5星伪灵根啊，你知道5星伪灵根正常修炼速度是多少吗？我知道，1年1层就算快的，有些5星伪灵根10年都突破不了炼气4层，你3个月就做到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？我每天修炼到丑时、卯时起床去丹房碾药，秘诀就是少睡。就这样？还有，我在丹房帮忙，老孙头尔会给废丹，废丹也有残留药力，总比杂粮饼强。陆晨是吧？刚才演武场那一手可把马脸气坏了。我姓刘，单名一个猛，外门待了4年，炼气9层，交个朋友。你是不知道，马脸刚才在演武场脸上挂不住，回去就跟人说要给你好看，不过他也就嘴上狠，外门规矩多，他不敢真动手。不过你修炼速度这么快，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资源？坊市买丹药了？没有，我月俸5块下品灵石，买不起丹药。那倒是，5块下品灵石连半颗聚气丹都买不起，改天一起切磋，互相进步嘛。那个人不对劲儿，他平时跟马脸混的，今天突然对咱们这么客气，有鬼。我知道。这里面是3颗凝露丹，还有1枚筑基丹。凝露丹能帮你淬炼经脉，筑基丹等你突破炼气巅峰使用。我看了你上次给我的灵液，品质很好，但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，尽快突破筑基期，越快越好。丹药的灵力变动，透过布袋都能感受到，确实都是高级货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我宿舍。去你宿舍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占我便宜吧？不是，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不能在这儿给，非要去宿舍？好东西，在这儿给会被人看到。一个外门弟子，大半夜带内门师姐回宿舍，要是被人撞见，明天我就从月照崖跳下去。走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什么东西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万年寒穗，这是万年寒穗，不是寒穗草那种植物，是天地孕育的寒系精华结晶。只有在极寒之地，灵气充沛且有玄阴灵体级别的寒系灵根长期接触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孕育出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。拳头大小的一块，蕴含的寒系精华抵得上整片寒穗草田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妖兽林，你斩杀穷奇那个寒潭底下有个暗洞。你知道这东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玄阴灵体的寒气反噬，每个月发作一次。发作时寒气从丹田冲入经脉，轻则冻僵四肢，重则冻碎丹田。定寒丹只能压制不能根治，寒穗草只能缓解也不能根治，只有万年寒穗，只有它能彻底化解玄阴灵体的本源寒气。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万年寒穗蕴含的寒系精华不光能化解本源寒毒，还能让玄阴灵体的修为更上一层。说过，如果能炼化一块拳头大小的万年寒穗，
我的至少能从结丹初期突破到结丹中期，甚至摸到结丹后期的门槛，这等于省了我10年苦修。我师尊找了20年都没找到，你却从寒潭底下捞出来了，这份礼太重了，我又欠你一个大人情。不欠，你给了我那么多丹药，这次算还。那算什么还？几颗丹药换万年寒岁，我不能白拿。今晚我要报答你。沈清子给的丹药都是高级修士才用得上的东西，灵力充沛，但如果用壶炼化，应该能返还品质更高的版本。上次用壶炼化老孙头的辟谷丹，从普通品质直接炼出了丹纹。这批丹药品质本来就不低，炼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？凝露丹只有3颗，先试1颗。凝露丹从上品变成了极品，药力更纯，淬炼经脉的效果至少提升了1倍。筑基丹是沈清子给的这批丹药里最珍贵的一颗，市面上有价无市，寻常修士攒几年灵石也未必买得到1颗。丹药表面有一道丹纹，是上品筑基丹，药力充沛，但还没有达到极品的程度。1颗上品筑基丹能让筑基的成功率提升3成，如果能炼成极品，至少提升8成。我现在用不上，但等到炼气巅峰时，这颗丹就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极品筑基丹，这种品质的筑基丹，整个苍云宗也找不出几颗。